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杜兰特的第17代签名鞋 KD17。这一次的 KD17啊，在外观上走的是一个复古路线，致敬了以前的老鞋 Air Max Plus。真羡慕耐克有这么多老 IP 可以去致敬。我们国产品牌的设计师天天绞尽脑汁要去做一些新的设计，人家耐克随手来一个致敬就搞定了。品牌底蕴这东西啊，真的是我们国产品牌羡慕不来的。这一次 KD17的外观，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起码比上一代要好看一些。那你觉得呢？如果让你给它的外观打个分，你会给它打几分呢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在抓地、抗扭以及稳定这几项球鞋基础属性方面的表现。如果有一双篮球鞋啊，在这几项中有一项甚至是多项没有达到合格标准，那这一双鞋我们也没什么必要去进行深度解析了，它绝对不是一双合格的篮球鞋。这几项也是我心中鉴定一双篮球鞋是否合格的基准。首先就是抓地，这一次 KD17 所使用的大地纹路跟它鞋盒上的纹路相同，就是这种有点类似于等高线的纹路。这一类型的纹路啊，一般在抓地方面都会有比较出色的表现，这一双鞋也并不例外，并且从纹路的形态上面就能看出，这是对于我们的足底受力分布进行过针对性优化的。这一副大底可以应对几乎360度所有方向的抓地，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脚底下都不会有多余的滑动，抓地表现非常出色，并且它在拥有出色抓地力的同时，还有着不错的吸灰控制表现。我在最近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间里面，一次鞋底都没有擦过，它的抓地表现非常棒，除了踩到汗啊，其他没有出现过任何大滑的现象，十分可靠。在拥有出色抓地和吸灰控制的同时，它的耐用性也并不差，大底的纹路深度还算比较可观，橡胶的硬度也还行，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在70左右。除了水泥地之外，其他所有的场地它都可以驾驭。第二项抗扭 ，KD17 的中底在前掌放置了一块巨大的 TPU 片，覆盖在 Zoom 气垫的上方，不仅起到了一个弹射片的作用，还让它拥有了出色的中底刚性。虽然它在中足部位啊，并没有放置任何的支撑材料，但是中底的刚性是绝对够用的。在做一些对抗蹬地或者是侧向急停动作的时候，鞋身的姿态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它的强度足以应对高强度的比赛。而且在球鞋内外侧的中底橡胶在中足部位都做出了比较明显的抬起，很好的给它的中底形成了一个弯折的引导，自然弯折点也非常合理，在实战的过程中不会有足弓处的拉扯感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不适感，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第三点，稳定，中底的重心跟上一代相差无几，依旧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中底高度，大底的面积也足够宽大，并且造型也比较平整，并且外侧还用了软质的 TPU 材料，控制住了中底外包材料的形变。虽然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防侧翻脚设计，但是在实战的过程中，脚底下并不会有不放心的感觉，没有特别明显的伤病隐患。OK， KD17 这一双鞋啊，在这3个篮球鞋基本要求上面是达标的，抓地出色，抗扭够用，稳定性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这样起码保证了这一双鞋没有特别大的硬伤。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它在那些加分项上面，或者可以说在风格化上面做得怎么样，它会更加适合怎样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什么类型的球员又应该尽可能的去避开这一双鞋。首先就是它的包裹锁定 ，KD17 的鞋楦略微偏宽，虽然鞋头啊还是用的这一个比较尖的鞋头，但是上脚之后并不会有脚趾部位的挤压，担心有母外翻隐患的兄弟可以放心。当然，宽脚的兄弟啊，我还是建议你们尽量先去试穿一下，再决定是否要购买。低帮的造型，5对鞋带孔，虽然它的每一个鞋带孔都有一条热压在鞋面上的热熔材料延伸至中底，但是实际的体验上，它的效果并没有动态鞋带孔来的出色。虽然它也能很好的锁住我们的双脚，但是包裹的紧致程度啊，总感觉差点意思。好在它鞋面的内部填充做得非常厚实，双脚在鞋内并不会有明显的多余空间，整一个前中段的锁定都是非常棒的。在做变向或者是侧向急停动作的时候，双脚在鞋内几乎不会出现位移，但是它的后跟锁定并不是特别优秀。虽然后跟处的填充也同样非常厚实，但是由于它后跟的钢宝并不能很好的夹住我们的跟骨，鞋口的开口也略微有一些偏大，再加上它鞋舌上面这一个有点
像是气垫的小装饰，在我们拉紧鞋带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手稍微有一些松动，它就会把鞋带给弹回去，导致我们很难系紧脚踝处的鞋带。在实战的过程中，总有一种脚踝四周空空的那种感觉，得不到特别好的支撑和包裹。好在它并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掉跟感，虽然在脚踝处的贴合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勉强还算能够接受。而在有着不错包裹表现的同时，它的侧向支撑也完全没有问题。它侧面的这些热熔材料在对于强度方面的提升，会比在包裹方面来得更为出色。虽然鞋面的材质略微偏软，但是侧面的这些热熔材料能在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保证了这一双鞋在侧向支撑方面的表现，并且在内侧的中底橡胶上翻也能很好的保证它的足弓支撑。上脚之后就能明显感觉到来自球鞋对于足弓的承托，整体的支撑抗扭表现都没有问题。最后我们来聊聊它的中底这一个最具风格化的部位。中底的重心跟上一代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不算贴地，场地感表现并不出色。追求保底快靴的兄弟一定不会喜欢。配置其实跟上一代相比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依旧是前长一块 Zoom， 后长一块 Air Sole， 脚感依旧非常的出色，一上脚就能感觉到中底的柔软，但是后跟的缓震还是不太行，很容易就会被踩穿。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非常明显。对于缓震要求比较高的兄弟，这双鞋应该没有办法满足你对于缓震的需求。当然，在正常的跑动过程中，它能很好的过滤掉那些轻微的震动，还算够用。但是如果你在一些对抗失衡之后，后跟落地的情况下，缓震就会显得有一些差了。打球强度比较高的兄弟们，这一点你必须要注意一下。中底的整体过渡非常的丝滑，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的时候，它的前后掌过渡都特别流畅，不会有任何脱节的感觉。而相比上一代，它在中底方面变化最大的是它将上一代放置在气垫下方的 TPU 片移动到了气垫的上方。就这样的一个小变动，让这一双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不会有明显的泄力感，甚至还能感觉到前掌气垫提供给我们的那一种力反馈，让我们蹬出去的那一下更加的有力，并且它覆盖在气垫上方的这一块支撑片硬度并不是特别高，如果用更硬一些的支撑片，一定能让它这一种弹射感更为出色，更为强烈，但是这也同样会让它的穿着门槛有所上升。而 KD17 身上用的这一块支撑片会有更好的普适性，没有任何的驾驭门槛，几乎所有人都能轻松驾驭，而且几乎不需要花什么时间去进行磨合。再加上它这一个弧形的外底，变向档也可以选择它，不管往哪一个方向做动作都不会有明显的阻力。这些特性加在一起让它做到了全方位的适配。这一次的 KD17 可不单单只是一双射手鞋了，它有着出色的脚感、优秀的反应性、丝滑的中底过渡，还有着不错的灵活性。不管你是射手、突破档还是变向档，都可以去选择这一双鞋。在现如今这一个大家都在出保底快靴的年代，能有这样一双全面且好穿的篮球鞋，确实比较难得。如果你不喜欢那些很贴地但是没什么缓震的篮球鞋，那这一双 KD17 会是你不错的选择。说真的，杜兰特的篮球鞋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在突破的时候不会泄力的球鞋了。KD12 有很大的一批拥护者，因为它的脚感确实非常出色，但是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全掌 Zoom 确实能带给我们出色的脚感，但是在突破的时候泄力的感觉真的太明显了。我个人认为这一双 KD17 会比 KD12 更为出色。对于依赖爆发突破的球员来说， KD17 一定会比 KD12 更好穿。但是对于篮球小白来说，我依旧不是特别推荐。它的弧形大底、不算低的重心，还有脚踝处不算出色的支撑锁定，这一些对于脚踝力量都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我劝小白们还是尽量慎选，好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阳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阳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